对不起，沙套。我不是来听我的律师跟我道歉的。这句对不起，是我替你跟我的助理说的。他很忙，而你没有预约。我这出了状况，很急。那150页的合同你已经签了吗？你是我们的法律顾问，但你没有听取法律顾问的意见。我在这儿等了你一早上，一上午我都耗在这儿，你知道我的时间多宝贵吗？那是因为你知道你犯的过错会导致500亿的市值灰飞烟灭。我只想知道，你能阻止这一切吗？我要30%。不可能，其他律师都是15%。那你就去请其他律师。我想问的是，你对我的敌人，是否也会像你对我这么横？我并没有开启战斗模式，这是我最友好的时刻。好，就30%。准备合同。我喜欢他，有气场。我最讨厌那种对我唯命是从的律师。明白，千军万马取上将手机。对，替我取他们手机。好。优秀的律师是律所最大的资源，也是律所最大的资本。为鼓励优秀律师参与律所管理，共享发展成果，根据全景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管理规定，经全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管理委员会2019年3次全体会议评议，并报全景总部管理委员会批准，贺晋生、罗宾律师、赵旭律师为全景高级合伙人。好好干，别超我爸。是，还有很大进步空间。又来了，顾客，谢谢。风主任说你还有很大进步空间，会会好好看的。每个灵魂都在各自生长，最后释放，选择让谁失望都不该，选择自己失望。对千里无限渴望，对远的充满信仰，硬碰硬才是较量，多疯狂，多倔强，这一个心转长什么模样？用善良。难得我们大家聚在一起，要不这样，去火车站。哎，这是个好主意。走吧。您站中间，好，来2个新人站2边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站那边，好，哎，来，你站那，来，你先站，好，准备，来，1、2。吕总，哟，王总，你好，你好。久等了。哎，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罗宾律师。幸会，幸会。介绍一下，林静薇，我多年的法律顾问。你好，王总。你好，快请坐。好久不见。你们这是？你们认识啊？罗宾是我们学校的男神，每年1等奖学金，永远都是他们年级的第一。林律师也永远是他们年级的第一。哎，那你们俩要是碰上了，谁是第一啊？还没碰上过。这不碰上了吗？那谁输谁赢啊？并购案不存在输赢，皆大欢喜。那我们就等着皆大欢喜。好。谢谢你送我。应该的。你
你什么时候做好初步建议书啊？我已经做好了，在哪儿？电脑里。让我看看。等你做好你的。我已经做好了。在哪里？在这里。你是唯一一个拒绝过我的男人。我当时有女朋友。你现在没有了。你对我做了尽职调查。我现在可以追求你吗？我有一个底线。什么底线啊？刚刚已经被你击穿了。您的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我们老板催我了，所以我赶出来了。你是怎么上来的？我告诉保安，我是你女朋友。你们那位吕家老板，难道说就等不到天亮吗？是你们王威老板恨不得马上签约。可是尽职调查，不可能一夜就做出来。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让你们调查我们，可以给你们看的都在这儿了，抓紧看，不然我们老板会改变主意的。你在开玩笑？我从来没有给你开过任何玩笑，都是认真的。包括我说我爱你。如果说你没有在跟我开玩笑，很遗憾，我们这两个协议很难达成。那我会告诉你的老板，是你否决了我的建议书，然后你的老板可能会换掉你。毕竟你的老板比我的老板更想达成并购。那我也会让所有人都知道，是因为你不给我们提供你们内部的财务数据。账目报表。这样，你给我看你们的，我给你看我们的。OK。他答应了你所有条件，就差几个签名了。你还带了酒？庆祝怎么能没有酒呢？不，差几个签名也不作数。
得等都签上再庆祝。你一直一个人住啊？你不是做过尽职调查吗？你找什么？开瓶器。这个很特别啊。你喜欢？嗯，送给你。谢谢。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就知道终有一天你会爱上我。只是那个时候，你自己还不知道。那个时候你还是一个小姑娘。自古英雄出少年。你笑什么？历史上的女政治家，都是在我那个年龄的时候崭露头角的。你所指的历史上的女政治家，是指武媚娘，还是芈月甄嬛？你在嘲笑我电视剧看多了？不，我是觉得，你觉得这酒不好喝？不，我是觉得你对我有所隐瞒。你是说，我谈过多少个男朋友？不，我是说我们在谈判的时候，你对我隐瞒了一些重要信息。我总算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一个人住了。那么你究竟对我隐瞒了什么呢？你太疑神疑鬼了。吕家的产业有不良资产，我不可以告诉你。你必须告诉我，到底有什么？真扫兴。那是我的手机，那也是我的。你送给我了。跟你怀疑的一样，这次的并购非常像日新收购亚博。亚博的净资产只有8700万，但是他们给出的利润承诺分别是3000万、5000万、8000万、1.4个亿。上市公司根据这样的利润承诺，开出了20个亿的市场估值，但是亚博一直没有达到。他们子公司的高管害怕背负责任，就一直在找理由和母公司进行谈判。太过分了。吕家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包装，弄了一个很新的概念，跟咱们的客户说了一个他听不懂，但是却很好听的故事。然后他们说，你们再买就没机会了，我就卖给别人，对吗？您怎么知道啊？因为我交给过他，对吧？您教的可真好。我有一个主意，中国象棋古谱中有一个必胜招，弃马13招。您会啊？我还会大刀剜心。用突然袭击的方式，来表达你对我的爱意。
其实我是来要回我的红酒塞的。法律规定，赠与物已经交付的，不可以随便撤销。不好意思，在我的职业生涯里，我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误。你应该说，在你的职业生涯里，你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错误。我做过尽职调查，你从来都没输过。我研究了一下你的榜样，谁？那些通过男人获得胜利的女人。她们之所以胜利，并不是因为她们聪明，而是因为她们把自己当成了武器，她们摸准了男人的弱点。我是真的爱你，只是有一点你接受不了，我可能比你强，虽然你也很强。我崇拜所有比我强的人，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。但是你不会爱上一个比你强的女人，是吗？我只是不能接受一个不择手段取得胜利的女人。不管你怎么说，在男人和胜利之间，我永远选择胜利。那是因为，假如你是武则天，满朝文武跪的都是男人。你看过我的集合动态？我也做了一份尽职调查，虽然是刚刚做的。你开玩笑？我在笑吗？王威疯了吗？业内都已经知道了，现在停止收购，这对王威意味着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别人会以为他有问题，他的股票会狂跌。你完全低估了我们俩之间的关系。他虽然不太懂并购，也不太懂法律，而且容易冲动，但是，他有一个优点，他信任我。但你的客户对你，就未必有这种信任，对吗？所以说，如果你搞砸了，求你了，罗宾。这样，你向我们认个错，我们双方重新约定一个时间，并购条件重新谈过。我了解罗宾，他是我师哥，我们在学校一起做过模拟并购案。行了，我想听听你师哥的律师意见。王威总不仅是我的客户，也是我的好朋友，所以说我很明确的说，他想要的就是合并，而他当初所被你打动的，也是合并后的一个愿景。对。当然，造成今天的局面，也并不全是林静薇的责任。他是你的律师，想为你争取更大的利益。是的，为自己的委托人争取最大的权益是律师的责任。但对我而言，最大的权益是共赢，而不是说让一家公司名誉扫地，另一家公司想套现走人。王总，对不起。我们还是朋友。Bisky， 我们打一份工不容易的。你别装可怜了，你是亚洲商业法律杰出女律师，拿奖拿到手软。我猜你家一定有一间屋子，专门用来装你从世界各地领来的各种奖杯，而且
是你害得我差点掉进一个大坑里。啊不是差点，是让我已经掉进了那个坑里。只不过刚巧，你用来砸我的石头有点大，让我垫着爬出来。我刚刚失去工作，他们炒了你，我不想干了。这个不想干的理由是？我想嫁人。别担心，我不是在逼你娶我。您的威士忌。谢谢。有一个男人，他追了我很久，我一直都没有答应他。他各方面都很优秀，而且对我很好。但是我一直认为你会爱上我。也许你已经爱上我了，但我不想爱一个把我杀得片甲不留的男人。对不起。我也不喜欢男人跟我说对不起。我要结婚了，别忘了给我包红包。好。还有，给我新婚礼物。没问题。你想要什么礼物？住宿。新婚快乐，祝你幸福。我爱过你，这是真的。他当时并没有起疑心，因为那天是刘军的助理陪着他一起去的刘军家，然后坐的是刘军司机开的车。到了家里以后，保姆给开的门，告诉他们刘军在楼上，他就上去了。然后没想到看到刘军穿着个浴袍。助理呢？助理一进门就收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电话，然后他就让苗姐自己先上去了。那他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报警呢？我是指他看到刘军当时穿的是浴袍。因为他当时只是穿着个浴袍，并没有任何侵略性的举动，所以他不确定这是不是算可以报警的范畴。可是他当时为什么没有选择立刻离开呢？因为他不知道刘军穿着个浴袍是不是只是他的个人习惯而已。所以他就在那儿待了足足有40分钟，直到人家对他动手动脚。恕我直言。我还没说完呢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当人家对他动手动脚之后，他为什么仍然没有选择报警，只是愤怒地离开？然后1个星期之后，开始在微博上去揭发他。这1个星期发生了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他原本是自愿的，但是后来因为价格没谈拢，所以他就开始诬陷刘军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是对方的律师会怎么问？事实上，大家今天也都是这么评论的，说一个女人为什么谈工作、谈投资要到对方的投资人家里去谈，而不在办公室谈？那如果是您呢？您让丽娜姐陪我去您家谈工作，难道我会说不行？我要谈工作，我就只能在办公室里谈吗？第一，我从来没有让丽娜带着你去我家；第二，我从来没有穿浴袍跟你谈工作。如果有一天您让我去您家，然后您穿着个睡衣，我没有立刻离开，也没有立刻报警，不代表说我同意您。那代表什么？
对不起，打断一下。谢谢打断。你现在马上再去找苗锦，把刚才的问题再问一遍。另外，你刚才说他去刘军家是保姆开的门，找到保姆。保姆是不会作证的，你没有找怎么知道？因为这是常识啊。这是错误的常识。好嘞。怎么了？今天方老大特别不对劲儿。哪儿不对？他2天戴了同一条领带。也许他有2条一模一样的领带。不，他没有，你有。你怎么了？有点累。你有事吗？我们不是昨天才认识？对对对，我们上辈子就认识了。遇到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。肯定有事儿。我就是有点不舒服。哪里不舒服？要不要我陪你到医院去看看？不用。到底什么事儿？连我也不能说吗？你要是没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你找我？坐。哎，什么事儿？我不知道应该不应该跟你说。我懂了。哎，说说你懂什么了？你本来有事情想跟我说，但是你见到我面之后呢，你又改变了主意。这种事情经常发生，我也经常改变主意，这个完全能理解。你的理解是错的。那我怎么理解才是正确的呢？我怕连累你。谢谢。哎，我还是跟你说了吧。你又不怕连累我了？跟封印有关。我已经下班了。对不起，你不能下班。这事儿你说了可不算。封印可能要出事儿。出什么事儿？你不知道。什么事儿？他怎么了？如果你没想好到底要不要跟我说，最好先回去安安静静的想好再来找我。不，他昨天晚上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。哪方面的？男女关系方面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有个女的投诉他。跟谁投诉？顾姐。顾姐？顾姐现在非常的为难。哎，你不能去找顾姐。我为什么不能去找她？因为她跟我说了，别告诉任何人。她告诉你，就是想让你告诉全世界。怎么可能呢？她让我发誓不能告诉任何人。这是她对自己的免责条款。哎，那你也不能去啊！你要是去了，你等于把我给埋了，她以后就不信任我。你记住，她本来就不信任你。你应该去找封印，让封印辞职。你说什么？这是目前唯一能让大家都体面的办法。这是顾杰让你跟我说的。
不是，那个女孩向顾杰投诉之后，这是顾杰想出来的两全之策。顾杰跟那个女孩说，先不要声张，然后给她一笔和解费，并且让封印辞职。顾杰他来征求我的意见，我也觉得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。你想啊，如果闹起来，那我们律所的声誉，包括封印，你我都知道，封印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，他不可能。这没什么不可能的，人都有弱点，洁身自好的人也有弱点啊，保不齐一时糊涂，一时。你告诉我那个女孩在哪儿，我去找她，我去问她。顾杰不肯说，不肯说，不肯说就是问题。爸，这能理解呀，总得保护这个女孩的隐私，对吧？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顾杰，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我都不相信。你也不能完全相信封印，总不会是空穴来风吧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哎，你冷静点，你找谁去啊？罗云。你跟罗宾说了？对不起，我没有怪你。谢谢。那个女孩还好吧？基本稳住了，但是她要求封印付出代价。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个能理解。但是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能不能让封印个人给他道个歉？如果是你的姐姐或者是妹妹被别人侮辱了，然后对方跟你说“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”，我悄悄给你道了歉，然后这篇咱们就算翻过去了。你觉得你能翻得过去吗？但是封印他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？人犯了错误就应该接受惩罚。罗宾他不相信，他不是不相信，他是不愿意相信。因为如果封印接受了惩罚，罗宾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封印要是不承认呢？那我就直接召开律所高级合伙人的临时会议，把这件事情摆到桌面上来。封印要为他的所作所为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哎呀，顺便说一句，我呢在全景还有一项特权，但这项特权我从来都没有使用过。作为创始合伙人，我跟封印有一个约定，他当他的主任，而我有权利不经过任何人的同意，直接晋升一位高级合伙人。因为这项权利呢，只允许使用一次，所以我一直慎重使用。您是说，您现在打算使用这项特权了？对，我打算使用了。我认为早就应该晋升到高级合伙人。你的业务能力很强，还热心公益，还具备相当的管理才能。你对实习律师、律师助理的管理有目共睹，有口皆碑。我之所以一直没有使用这项权利，是因为我认为你走正常的程序也是可以获得晋升的。但是我没有想到，封印没有通过你的申请。但是如果封印他这次还是不同意呢？第一，不需要他再同意了；第二，他很快就不再是我们全景的执行合伙人了。下一次的高级合伙人会议上，除了宣布晋升你为高级合伙人以外，还有一项，就是宣布大家重新投票选举新一任的执行合伙人。你是说，想要让我投你一票？知恩图报是一项美德。哎，不过我说这些可不是要求你给我回报，你不要误解我。我没有误解，这样对全景有好处。
哟，巧啊！不是巧，是我有事来找你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跟你说，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。您说，我体检出了点小毛病，医生让我再复查一下。什么小毛病？复查了吗？复查了，在等结果。嗨，也许什么事儿都没有，虚惊一场。您平常从来不关机的。我昨天手机没电了，睡得早。有事吗？有急事儿可以到我家来找我。走。顾杰说有一个女孩投诉你，他接待的。我真的是什么都没做，我不知道那个女孩是谁。我没她的电话，在这之前我没见过她，在这之后也没见过她。那天晚上只有我们3个人。是的。后来我走了，您没有走。我现在怀疑啊，我喝那杯东西里边肯定放了什么东西，我喝了就睡着了。我真的什么都没做。您什么都不知道，为什么坚称自己什么都没有做呢？如果啊，我说的如果他认为我做了什么，他可以告我是吧？他可以到公安局去告我，他到你这儿来投诉，让你出钱了事，这算什么？这叫讹诈。如果他跟你我要钱，算讹诈。事实是我为了保护您还有咱们律所的声誉，主动提出的。别，我不同意。好，那您就去报警，你就跟他们说是一个您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姑娘给您下了药，看警察信不信你说的话。你想怎么办？我想听听你的。我只是一个合理的建议，应该对我们大家都好。您最近体检出来一些问题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您去询问的那个医生恰好跟我也很熟，所以你可以堂而皇之的以身体缘故、健康原因为理由。即便是我因为身体的缘故当不了这个执行合伙人，我也会把这个职位留给除了你之外的任何人。你是说罗宾？如果你特别想当这个执行合伙人，我同意。我同意你自立门户，你想带走谁就带走谁，只要他愿意跟你走。我哪都不去。冯主任，好。您这是打草惊蛇，我这是明人不做暗事。达成共识了？没有。那是因为他认定自己胜券在握。胜券？他手里哪张牌写着必胜啊？那张牌的名字叫何塞，他许诺给何塞高级合伙人。真无耻。然后在下一次的高级合伙人会议上，他会要求大家重新选票投举新的执行合伙人，理由是您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不再适合领导我们。他不会得逞的。律所好像应该发奖金了。我不会用钱来收买人心。现在不是比谁更高尚的时候。如果我为了拉拢何塞给他多发奖金，那赵旭呢？文昭呢？还有王琦，你会让我更快的失去人心。那或许您可以学学顾杰。你读读律所的章程好不好？拜托，我读过。律所章程明文规定，成为高级合伙人，一个必须满足的条件，就是要得到原有合伙人的同意。创始合伙人是个例外，他有并且只有一次行使特权的机会，就是直接晋升一位新的高级合伙人。既然这样，我成为高级合伙人不需要顾杰同意，对吧？我放弃了这个特权。所以你使用了威胁？不是威胁，是暗示。暗示他可能发生过重大的错误，可以被除名。所以这一次，他算是以牙还牙。
但是我并没有做什么错事，他威胁不了我。他只是说有个女人来投诉我，到现在，我连那个女的是谁都不知道。他说了，这是保护受害者的隐私。我才是受害者。可如果顾杰真的发起重新投票，选择新的执行合伙人呢？不会有人支持他。不会吗？他为什么突然对何塞封官许愿？他在拉票。我不会为了拉票来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儿。我怀疑现在律所大部分人都知道了，而且顾杰在四处散播，一般人只会宁肯信其有，这对你非常不利。什么叫宁肯信其有？如果那个女的跑到我这儿来投诉你，我不问青红皂白的宁肯信其有，你接受吗？去找何塞，他不会听我的。他会的。阿丁，这餐厅不错呀，你常来？来过2次，跟丽娜一起来。不愿意回答就算了，没有不愿意回答。那你跟谁来的？你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？因为我回忆了一下，你这是头一次请我吃饭，而且就咱们俩，还在这么一个环境里。你觉得我心怀鬼胎，想问为什么，但又不好意思直接问，所以就先问我跟谁来这儿吃过。我是想推理出你请我吃饭的动机。那如果我跟你说我以前跟丽娜来这儿吃过呢？真的？就你们俩？为什么？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以后再聊？好吧，那以后是什么时候？就是说我认为可以跟你聊的时候。那你为什么觉得现在不可以跟我聊呢？因为我不喜欢同事之间聊私事儿，这样很容易会变成办公室八卦。那也就是说，你今天来请我吃饭是要跟我聊公事，但是公事为什么不在办公室里聊呢？你让我猜猜，你是要跟我聊封印的事？何塞，你我跟封印认识都不是1天2天了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我都清楚。有很多杀人犯，在没有破案的时候，他的邻居都会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好人，坏人脑门上没有刻字儿。接电话呀？要我帮你接？谢谢。Thank you。何塞，今天我约你出来吃饭是想跟你好好的聊一聊，但是我觉得你不相信我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呢？你做了什么让我相信的事儿吗？就因为你今天请我吃了顿饭，刚才还让我自己点菜。你想利用我？我没有想利用你，我只是想跟你说，封印突然被人投诉，这很蹊跷，而且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就搞逼宫，逼他辞职，我觉得不妥当。你请我吃这顿饭，就是想要让我站在你跟封印这边。你可以不站在我们这一边，但你至少不应该站在顾杰那一边。好啊，那我可以站在你这一边，但是你得说服我。
我为什么不应该去相信顾杰？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们？来吧，你说服我吧。我们至少比顾杰光明正大。光明正大的蔑视我？没有。没有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那我问你，到底是我最珍贵的财产，还是你最珍贵的财产？想起来了，如果我是你，我最珍贵的财产，而不是你最珍贵的财产。我当时只是跟你开个玩笑。你当时只是跟我开个玩笑，那你为什么不跟封印去开这么玩笑呢？你为什么挑中我？你能不能小点声？这是在餐厅。OK。如果你不喜欢，以后我不跟你开玩笑，也可以为之前跟你开过的玩笑，所有玩笑，让你不喜欢的，向你道歉。你姿态放得好低呀，有吗？这让我越发的相信封印是有把柄掌握在顾杰手里的，所以你们连我都要来争取。我快到律所了。苗锦说他要换律师，因为他听说咱们律所出了大事，说封印搞了个小姑娘，您正在帮他灭火啊。对，他是正在灭火，所以他不能回你的电话，拜拜。你要不要给你助理回过去？我知道你的密码，以前我偷偷的看过，所以我就记住了。就这样，你应该没事就换我密码。我所有的密码我都经常换，所有的。好习惯。我也愿意相信封印，但是啊，我还是坚持认为，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，他应该先辞职。不可以，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投诉封印，就让他辞职，这对封印不公平。这非常公平。如果说他都已经被投诉了，但是他依然若无其事，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样，继续主持工作，继续做他的主任，这样才是不公平的，对投诉的人很不公平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投诉的人，你我都不认识，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，我们就相信他，这不妥当吧？即使按照疑罪从无的原则，我们也应该首先相信封印，直到他证明自己。好了，咱俩也不要争执了，好不好？咱们就等着投票表决吧。啊，律所最近会紧急的召开一个合伙人会议，顾杰会在会议上把这个事情提出来，因为这件事情关系到律所的声誉，所以所有的合伙人一人一票，决定封印的去留。事情还没有搞清楚，怎么投票？你听我说完好不好？你说，我刚才说到哪儿了？你说投票表决，我反对。我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认真的听我说话。你说。OK， 那我来告诉你，今天，此时此刻，我一直在非常认真的听你讲话，你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标点符号，我听得都很清楚，而且今天你用了很多的感叹号。但是我认为，现在首要的不是投票，这不是重点，我们应该先把这个事情搞清楚，在事情真相大白之前，我们应该相信，跟我们朝夕相处的同事。上司领导，我们要对他有起码的信任。你说完了，我来说好不好？很多时候，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，只有当事人知道。换句话来说，在整个这个事件里，只有封印知道他自己到底做了什么。如果他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到底做了什么，那么最好现在找到一个稳妥的、体面的方式，赶紧回家。你放心。顾杰也会保全他的脸面，这样我们就不用投票了啊！我们也不会知道封印他到底做了什么。不可能，他已经跟我指天发誓过，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有悖公序良俗的事情。好，
那我们就看看到底有多少人相信他的发誓。这是顾杰在故意当众羞辱他，那他就应该站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。那如果说有人投诉你强暴过一个女孩，请问你怎么证明自己没有强暴？我每天都回家自己睡觉。我们家门口就有监控视频。如果他说我强暴他，他必须准确地说出时间和地点。但是我会非常精确地告诉他，在那个时间点我在什么地方跟什么人在一起。我跟任何女人都不会私下单独相处。为什么这么看着我？敬佩。不是敬佩，也许有那么一丝丝的敬佩含量，但是你觉得我是个疯子？不，我只是想说，你真的从来没有跟任何人约会过，跟人谈过恋爱吗？你刚才说，你从来没有跟任何女人私下单独相处。我是一个洁身自好的人。我和任何女人相处都会选择在一个公共场所，并且9点钟之前一定要离开。如果必须过9点钟，那我会选择有其他人员在场。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。你把女人当作危墙，有些女人不只是危墙，还是洪水猛兽。那如果一个男人遇到一个洪水猛兽，我们是应该同情他，还是应该拍手称快？洪水猛兽为什么去找封印，不找你我呢？你这是典型的责备受害人思维，就像人贩子拐卖儿童，你不去谴责人贩子，反而去责备丢失孩子的家长，为什么没有看好自己的孩子是吗？对啊，就是都有责任啊！你这是抬杠，那你反驳我呀？你反驳我呀？你反驳我啊？我第一次见到你哑口无言。富兰克林说过一句话：争辩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，让人心生厌恶，甚至树敌。不，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：如果你争强好胜，喜欢与人争辩，以反驳对方为乐趣，或许你只能赢一时。但是这种赢毫无意义和价值，因为别人永远不会对你有好感。我很棒吧？你为什么面带笑意？你也太难讨好了吧？你在讨好我吗？你为什么讨好我？不，我说你太难讨好了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在讨好你，或者说我要讨好你？我只是在感慨，你为什么没有朋友？你朋友也不多，那是因为我对朋友的标准要求非常高，宁缺毋滥。我也是，宁缺毋滥呗。好，那就都宁缺着好了。我完全没想到，何塞居然对我有那么大的不满，他就完全听不进去我说话。要是你说话他听不进去啊，他就不会跟你走，跟你去吃饭。那您的意思是我搞砸了？罗宾啊，你最大的问题在于啊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得罪了什么人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看看。把何塞当疯了吧？那您希望我把他当什么呀？和你一样，栋梁之才啊！那得您亲自去跟他说，他更在意您对他的认可。我怎么跟他说？我是不是要跟他解释，在你和他之间，我为什么选择了你当高级合伙人？很容易解释啊。怎么说？您就说我人缘不好，没有您的支持，我根本就当不了这个高级合伙人。但是他不一样啊，他人缘好，即便没有您的支持，顾杰也会让他当上。切。那这样吧，今年的10佳律师，您推荐他？
今年只有1个推荐名额啊！知道。你真的打算让给他？只要他别再怨恨我们就好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我知道你要问什么，罗宾。如果连你都不相信我，我相信你。可现在的问题是，连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跑来问我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那让我怎么说？我上微博开个专栏，我给他们说：“嘿，你们好，发生在我身上那事儿不是属实的，都是子虚乌有。”你不觉得这事很蹊跷吗？啊，你为什么不报案呢？案由呢？敲诈勒索。谁敲诈勒索？顾杰敲诈勒索？人根本就没有敲诈勒索，他只是说接待了一个姑娘的投诉，在核查，这总不能抓人吧？您再好好回忆回忆。我再给你重申一遍，我当时喝酒喝得断片了，我醒来之后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那当时为什么不报案呢？怎么报案？啊，我总不至于打个110说，哎，我跟朋友到另外一个朋友家去喝酒喝断片了，我现在醒过来了，家里一个人都没有，这怎么报案啊？所以您就没有做出任何反应，拿着自己的东西就走了。你还是不相信？我信，但是您觉得别人会信吗？我就不明白，您当时难道就没有怀疑？你怎么就稀里糊涂的躺在了一张床上，而且还是别人家的床？我承认我当时有点慌，也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。后来我就给顾杰打了个电话，他怎么说？他含糊其辞。后来他说，他当时正在接待那个投诉的姑娘。我确实记不清楚，但是我不认为我做了什么事。那您后来有没有又去过那个地方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我连门牌号码都没记清。顾杰带你去的，你可以问他。他不告诉我。他说他在保护那个投诉的姑娘，不受威胁，不受恐吓。那你还记得那女孩子长什么样子吗？你这口气完全是在审问犯人。我是在想办法帮你弄清楚事实真相。我再给你重申一遍，我不认为我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。封印肯定不会承认，打死都不会承认。是我也不认。那万一人家真的把证据拿出来了呢？你傻呀啊！自己承认犯罪那叫自首，自首最多了就是从宽处理。可要是自己不认罪，就算人家拿出证据，我们还可以质疑这个证据的真实性、合法性，这中间就有很大的空间了。哎呀，我看也没什么证据吧？对呀，要是真有证据，干嘛不去公安局直接报案呢？我要是那个女孩，我也不报案。法律事实跟事实真相那是两回事儿。万一封印倒打一耙耍无赖啊，告那个女孩敲诈勒索怎么办？哎，黛西，如果你是那个女孩，你会去报案吗？现在有空吗？您过去跟我说话从来都是开门见山，从来没问我有空没空。有句话，人的脾气要和自己的本事相匹配。还有句话，人的品德应该和他的地位待遇相匹配。其实没有顾杰，你可以跻身高级合伙人。是吗？在下一批要通过的名单里。谢谢。当初和顾杰创立了这家律师事务所。你们都是创始合伙人。创始合伙人之间有分歧、有矛盾，很正常。再说我也喜欢挑战，但是我业务那些小动作，拉个帮啊、结个派啊，
你跟罗宾一直都是一派的。我批评他的时候你不在场。我们还是开诚布公吧。您跟我说这些话，无非就是想让我站在您这一边。我是希望获得你的支持，并且消除我们之间的分歧。如果你有什么疑虑，我愿意回答你。您还是到合伙人会议上去回答所有人吧。